毕业赞歌第1集。白光透过窗帘落在桌子上，闹钟还没响。林静雪掀开被子，伸了个懒腰。窗外有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传来，拉开窗帘的一瞬间，一股热气迎面扑来。静雪微微地眯了眯眼。清晨的阳光已经很刺眼了，院子里几株开满粉色小花的树竞相争艳，几只小鸟在枝头竭力地叫着。静雪随手打开抽屉，取出鸟弓，对准那几个张大嘴巴的小鸟，啪的一声，被打中的小鸟还张着嘴巴，圆滚滚的身体掉在了泥地上。随后几片灰白色的羽毛飘落，其他小鸟纷纷飞走，院子恢复了寂静了。小时候常常玩的游戏，把枝头鸣叫的小鸟打落，用绳子把它们的脚绑起来，让世界宁静。多少年来，只有自己还喜欢这个游戏吧，只有自己还傻傻的以为朋友们会陪着自己把这个游戏进行下去，直到永远。静雪把鸟弓放进书包里，苍白的嘴唇牵扯出淡薄的笑意，望一眼开始发出提示音的闹钟，轻轻地按下。伫立在散发着森冷光芒的镜子面前，静雪细心地穿戴校服。纯白的衣领服帖地立在两侧，鲜红的领结形状精致，不再是扎着羊角辫追着小鸟跑的小女孩，而是即将参加毕业典礼的高中生。静雪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却没有任何变化，只有自己没有改变，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静雪，准备好了吗？安童他们过来接你了。母亲扣了扣门，催促道。静雪忙抓起书包跑出去。安童和夏哥在院子里，两只脑袋紧紧地凑在一起看着什么，完全没有注意到静雪的靠近。静雪伸手在两人肩膀上使劲拍一下，两人才抬起惊恐的脸。夏雪眼睛有些发红，手心还捧着死掉的小鸟。安童指着小鸟责问静雪：“是你打死的吗？又不是小孩子了，怎么还做这种残酷的事情呢？”夏哥忙拉起了安童的手：“哎呀，今天毕业典礼的好日子，别吵了，死掉了才能安安静静。以前你们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吗？那些吵闹的小鸟就该打死。”静雪望着已经长大的伙伴，冷冷地反驳：“他们不再认同自己的游戏，忘记了伙伴之间最重要的承诺。”安童的眼睛里气氛慢慢消失，无力地叹口气，夺走夏哥手中死去的小鸟，丢进门外的垃圾桶。夏哥露出美丽的笑容，走向静雪，紧紧地挽住静雪的肩膀，甜甜地说：“这是我们3个一起参加毕业典礼呢。小学、初中，真希望大学的毕业典礼，我们也能3个一起参加。”静雪张开口想补充，这已经是第4次一起参加毕业典礼了，因为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他们也是一起参加的。然后随着年纪的增长，安童开始加入男孩的活动。夏哥漂亮又亲切，交了更多新的朋友。只有自己孤僻又自私，害怕他们改变，害怕被独自留下。哎呀，女孩子就喜欢磨蹭，快点吧，毕业典礼迟到了，训导主任发起火来会拆了礼堂天花板的。打开院子里的水龙头洗完手，安童不耐烦地催促着夏哥和静雪。夏哥笑了笑：“来了来了。”放开静雪的手臂，径直跑向安童。垃圾桶边上，
有一只小鸟停落着，歪着脑袋盯着垃圾桶中死去的同伴。他突然张开尖细的嘴，啄向那只静静躺在垃圾桶的死鸟，一股腥臭的气息溢散出来。静雪感到阵阵作呕，他只是被鸟弓打下来，肚子怎么会被剖开了呢？小鸟不断的聚集，它们用尖锐的嘴啄食着死鸟的肠子。静雪伸手按住胸口，发现手臂上不知何时沾染了几抹猩红，手指轻触，还能感到温热粘稠。他惊恐的抬头望去，下颌挽着安童发出银铃般的欢笑声。静雪永远不会忘记，第一个拿起鸟弓打下小鸟的是笑容灿烂的夏哥。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像往常一样神情疲惫地走向教室。毕业典礼的日子只对高三的学生有特别的意义。大家穿上干净整齐的校服，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走向礼堂。虽然结束毕业典礼之后，他们还将面对最重要的升学考试。哎呀，为什么不等高考结束了再举行毕业典礼呢？从静雪身边擦肩走过的低年级女生不解地问同伴。同伴笑着说：嗨，那还不是想让师兄师姐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他们高中生涯即将结束吧。他们说着一起笑了起来，轻快清脆的笑声在静雪听来格外的刺耳。两个女生迈着轻松的脚步走向教室，准备和朋友们开始新一天的校园生活。毕业距离他们似乎还遥不可及，他们还不必面对分离和改变，所以才能露出那么幸福的笑容吧。哎，夏哥，毕业典礼结束以后一起去新开的雪糕店吧。女生们带着鲜红的毕业典礼花跑过来，围着夏哥发出邀请。夏哥微笑着答应：没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一起去的。对夏哥来说，毕业典礼并不意味着离别，无论到哪里他都那么受欢迎。静雪羡慕地望着热闹的人群，转身独自走向礼堂去了。熟悉的校园走道，静雪闭上眼睛，心中默数着第13块地砖，踩上去的时候会发出声响，微微摇晃。11、12、13，黑色皮鞋踩上去传来的却是不同寻常的沙沙声。静雪猛地睁开眼睛，吓得赶紧缩回了脚步。一张溅满红色斑点的纸正好落在了第13块地砖的位置上。空寂的走道没有其他人的影子。静雪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纸，点点的红色痕迹像是喷洒上去的，已经完全渗入纸张，还散发着强烈的血腥味儿。恭喜所有高三的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为你们献上鲜红的花朵，悦耳的赞歌，恭喜毕业。静雪低声念着纸上的内容，眼睛不禁睁得滚圆。这是一份毕业生的致辞演讲稿。为什么一份在毕业典礼上宣读的发言稿会掉在这儿，而且还染满了鲜血呢？死寂的空气沉寂着，只有风吹过了耳旁。静雪按耐不住狂乱的心跳，正犹豫着要不要把这张奇怪的发言稿交到老师那里，肩膀被人使劲一拍，脚步一软，跌坐在地上。他抬起惊慌的脸，对上安童疑惑的表情。哎，夏哥说你不见了，
我就猜到你来这里数地砖了。你这些怪癖啊，是时候改一改了。大学可不一定跟我们在一起，到时候会被大家排斥的。安童在旁边念叨着，便伸手搀扶呆愣的夏雪。安童，你知道今天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学生代表是谁吗？静雪一把拽住准备走向礼堂的安童，使劲地摇晃着他的胳膊。安童蹙着眉头，打量起反常的静雪，目光落在他手中染血的发言稿上，脸色唰的白了。他嘴唇颤抖着说：“是跟夏哥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孩，张婷，没错，是她的笔记。”安童激动地把发言稿抢在手里确认，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喊起来：“他的发言稿怎么会在这里？这些不会是他的吧？”就算看到自己和夏哥把树上的小鸟打落，斑斑的血迹溅满他们漂亮的白色连衣裙，安童也不曾像此刻那么焦急紧张。静雪木然地摇了摇头，指着地砖：“在那里捡到的，没看到任何人。”不远处，礼堂的音响声响起，提醒高三的学生迅速到礼堂集合。毕业典礼准备开始了。静雪推了推还盯着发言稿的安童：“赶快到礼堂去吧，也许张婷已经在那里做好发言的准备了。”教学楼已经开始正常上课，朗朗的读书声此起彼伏，穿过空旷的操场，来到古老残旧的学校大礼堂。典礼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自由走动着，交谈着。安童低声叮嘱静雪：“找夏哥，打听一下，看他看到张婷没有？我去那边找找。”静雪点了点头，答应着，心里想询问夏哥的问题，却是张婷和安童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中，安童是否发现了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变化呢？黄金的阳光从高高的礼堂窗口倾斜落下，勾勒出夏哥明媚的笑颜。见到走过来的静雪，夏哥忙从人群中抽身，跑向静雪：“安童呢？他说他去找你了。”“他在找张婷。”静雪抬起眼，将染血的发言稿放到夏哥的手里。“安童说这是张婷的笔记。”夏哥的眼睛里闪动着复杂的神色，让静雪猜不透。他咬着嘴唇，为难地抓着发言稿，半天才点了点头。“这是张婷为了今天作为毕业生代表起的发言稿。这是血吗？怎么回事？难怪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他。”静雪仰起头，白花花的阳光闪耀的让他有些头晕。礼堂天花板仿佛迅速编织起密密麻麻的网，耀眼锋利，朝他们落下来，一片一片，一张一张，轻盈地落下。礼堂里阵阵骚动，惊叫声传来，恐慌的呼喊声四处传来。“这是什么呀？”静雪旁边的女孩捡起一张掉在地上的纸，指着纸上鲜红色的痕迹，尖叫地喊着。夏哥望着自己手中染血的发言稿，又伸手接住一张飘下来的发言稿，在惊呆的静雪面前晃了起来。“快看，跟你捡来的那张一模一样，张婷的发言稿。”不一会儿，礼堂的地面已经铺满了喷洒鲜红痕迹的发言稿。礼堂古老的钟声沉沉地响起，咚咚，皮鞋声从主席台上传来。学院领导红衣黑色套装，一字排开，目光冰冷地望着台下骚乱的学生。训导主任瞪了瞪小眼睛，对准麦克风吼了起来：“哎，都在干什么呢？
快回到座位上，毕业典礼现在开始。满地发言稿，踩满脚印。学生们惊魂未定，在主任的催促下，苍白着脸回到座位。女生们瑟瑟发抖，护挽着手臂，目光仍停留在那些似乎染着鲜血的发言稿上。是谁的恶作剧？毕业典礼余兴节目吗？礼堂大门缓缓地关上，只有被烟尘撕碎的微弱阳光从高处落下，氛围顿时变得异常的冷清。主任清了清嗓子，让学生们起立。空灵的旋律从主席台上响起，夏哥笑着挽着静雪：“我们一起唱毕业歌吧，我最喜欢听静雪唱歌了。”夏哥的笑容始终甜美如孩童时代。那些宁静的午后，夏哥总是让自己给他唱歌。树上飞来小鸟嘈杂烦人，夏哥脸上的笑意便消失了。他抬起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用仇恨的目光瞄准他们，将他们一只只的打落。那些被阳光闪烁的有些模糊的画面突然变得清晰可怕，是夏哥把小鸟打死的。然后有个人影跑向他们，是买来冰水的安童。夏哥把鸟弓藏到了静雪手中，拉开嘴角，展露出迷人的微笑，低声叮嘱：“记住，这些小鸟是静雪你打死的，它们死掉了不会说话，便不会告诉安童真相的。”大家有气无力地哼着毕业歌，空气凝滞，静雪紧紧地按着胸口，那些努力压抑多年的委屈和不满仿佛即将爆发出来。他只能机械地张合着嘴巴，努力地把这首毕业歌唱完。那时世界恢复寂静，那些讨厌的记忆就不会醒来。终于旋律停止，主任边鼓着掌边伸手拉下绳子，准备放下给毕业生的祝词横幅。巨大的撞击声和红色的横幅一起落在所有人的心上。静雪恍然回过神来，微凉的泪水划过脸颊，夏哥的面容变得狰狞吓人。礼堂里一片死寂，继而是惊恐的尖叫声。张婷！安童的声音颤抖，从人群中传出，他疯狂地跑向主席台，抱起掉在地上被红色横幅覆盖的张婷，确切地说是张婷的尸体。主任和领导们全呆在那里，麦克风滚落在地，发出噗噗的沙哑杂声。礼堂的广播发出尖叫的女声：“毕业了，毕业前不想永远留住你最喜欢的人吗？毕业前不想对讨厌的人复仇吗？用最温暖的血液涂写毕业纪念册，用泣血的歌喉咏唱最动听的毕业赞歌吧！”疯狂的笑声久久地盘旋在礼堂密闭的空间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惊慌地望着身边的人。他们是喜欢自己的人，还是对自己心存厌恶的人？更可怕的是，广播里传出来的声音属于已经变成尸体的张婷。怎么回事？张婷为什么会录下这段可怕的诅咒？他用自己的死和血液对我们全体毕业生进行了诅咒吗？学生们从恐慌变成气愤，男生粗鲁地踢向关闭的礼堂大门。
这哪门子是毕业典礼啊？让我们回教室复习算了。无论是一起分享毕业的心情，还是一起怀念曾经共度的高中时光，对他们来说都毫无意义。毕业典礼不过是一场可有可无的仪式。静雪望着主席台上还紧抱着张婷尸体的安童，他无助地为死去的张婷解释：不关他的事，张婷为了顺利完成今天的毕业致辞，花了很多心思。他说过要微笑着毕业，要为我唱最好听的毕业歌。刺眼的阳光从重新打开的礼堂大门直射进来，落在主席台上。领导们终于反应过来，开始忙乱地给医院和警察局打电话，并劝说安童放下张婷的尸体，不要破坏现场。谁也不愿意留在被死亡和可怕诅咒笼罩的礼堂。毕业生们瞬间散去，静雪踏过地面上皱巴巴的发言稿，走向主席台，试图伸手挽扶安童，对上的却是安童怀疑和恐惧的眼神。张婷鲜红的血液渗入主席台的木板，他圆睁的眼睛旁有凹陷下去的暗红色伤口，那是鸟弓制造的痕迹。安童，小鸟唱歌可好听了呢，但是静雪说她唱歌更好听，小鸟太吵了，要让他们安静下来。夏哥挽着安童的手蹦跳着，将他拉到傻傻的拿着鸟弓的静雪的面前。安童有些生气的皱着眉头，嫌恶的望着没有辩解的静雪。静雪啊，你真是很奇怪啊。放下带着凉气的哈密瓜冰水，转身和男孩子们玩耍去了。夏哥长长的指甲嵌入那只被打落的小鸟肚子上，直到鲜红的液体沿着它白皙的掌心滴落。静雪，只要安静的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做，就不会像这只小鸟一样变得不能说话不能动，就能一直当我和安童的好朋友。静雪的脑海中不断的浮现出安童怀疑自己的眼神，摇摇晃晃的回到了教学楼。高一高二年级正是课间休息，学弟学妹们三三两两的聚在走廊上，用怪异的目光打量着所有经过的毕业生们，仿佛他们身上带着死神的阴影，远远的躲闪着，议论着。听说刚才礼堂那儿上演了一场死亡毕业典礼。是啊，张婷师姐临死前发布的血书，还有那段可怕的诅咒，应该只是针对他们毕业生的吧。蔡姨的话语夹杂着鸟雀的叫声，不断的刺痛着静雪的耳膜。她使劲的捂着耳朵，记忆里那些更刺耳的声音又追赶上来。静雪害怕毕业，每一次毕业的到来都必须面对分别和改变。夏雪指甲嵌入小鸟肚子时，笑容森冷地说过：毕业以后我们也要永远在一起，和安童3个人永远在一起。上课铃声响起，在静雪失控的尖叫声中，学弟学妹们慌忙逃回教室。苍白的天空不停地旋转着，静雪使劲地晃着脑袋，勉强睁开眼睛。安童白色的校服满是血迹，他神色疲惫地望着自己。醒了，你一直在走廊上大喊别吵了别吵了，后来就昏过去了。不等静雪开口说话，安童突然从静雪的书包中抽出鸟弓，充血的眼睛逼近静雪，质问：除了你，还有谁的鸟弓？你认识张婷，知道我和她是情侣关系吗？是你用鸟弓打死她的吗？安童修长白皙的手上青筋暴跳，死死地抓着静雪
洁白的衣领，精心打着漂亮蝴蝶结的红色丝带从静雪衣领间松开，慢慢滑落，像淌落的鲜血。静雪伸手轻轻地拍打着安童颤抖的脊背，突然想起了什么，颤抖着没有血色的嘴唇问道：夏哥，知道你和张婷的事吗？当然知道，是夏哥介绍我们认识的。安童的声音里没有了愤怒，甚至没有半点戾气。他从未真的讨厌静雪，就算在他的记忆里，静雪是个残酷又古怪的女孩，却也是他始终没有舍弃的童年伙伴。可是安童的善良用错了对象，他不知道死去的小鸟是夏哥用鸟弓打下来的，他不知道夏哥故意留长指甲是为了剖开小鸟的肚子。夏哥在他的记忆里永远是纯美无辜的模样。校外警车和医护车鸣笛声渐行渐远，安童唰的一下站了起来，推开医务室的玻璃，望着医护车消失的方向，痛苦的呢喃：到底是谁？为什么那么残忍的杀死张婷，不能让她好好毕业呢？死亡毕业证，因为夏哥收到了死亡毕业证。夏哥脸色惨白地倚靠在医务室的门口，手里扬着一张黑色的卡片。下一秒，卡片就被安童抢在手中，他惊恐的眼睛里倒映着黑色卡片上鲜红的字体：死亡毕业证。恭喜毕业，王者张婷。安童的声音像从牙齿缝隙中渗出，冰寒吓人。他的话刚说完，余音还未消尽，教学楼最高处，高三教室传出可怕的叫声。静雪从床上挣扎着起来，夏哥伸出手拉住静雪，恢复了让人熟悉又温暖的笑容。教室里一片乱糟糟的，散落在走廊上。教室里黑色的卡片上写满了所有高三毕业生的名字，手里还拿着死神派发给自己的死亡毕业证的学生瘫坐在地上，一遍一遍重复着：我们会像张婷一样在今天死掉吗？用死亡来毕业吗？人们疯狂地互相质问，寻找杀死张婷、派发死亡毕业证的凶手。是你吧？因为每次考试我都比你分高，这次的大学保送资格也被我抢走了，你想杀我，让我没办法活着毕业是吧？学习成绩年级第一，已经取得一流大学保送资格的男生使劲地揪住邻座同学的衣领，一个女生紧紧地抱着毕业纪念册哭泣着，被争先逃出教室想逃离学校的人撞倒，纪念册掉落在地，大小脚印踩在贴满可爱卡片的毕业纪念册上。静雪搀扶着跌坐在地的女生，女生捡起毕业纪念册，低声嘟囔着：我只是带着美好的记忆毕业，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开开心心的参加毕业典礼。静雪安抚着女生，转眼教学楼的学生都逃了下去，只剩下空寂的教室和走廊。夏哥和安童消失不见。教学楼下一片混乱，校门紧紧关闭，学校领导和老师拦在门前，劝说骚动的学生返回教室。校园广播发出刺耳的鸣笑，尖锐高亢的女声再次传来。恭喜你们拿到死亡毕业证，只有死亡才是最彻底的毕业，才是真正的解脱和结束。这不是张婷的诅咒，而是静雪最熟悉的声音，夏哥。地上一张张黑色卡片上写着：恭喜毕业，王者夏哥。
静雪一口气跑上教学楼最高处的播音室，夏哥坐在广播前玩着手中的鸟弓。总是带着鸟弓的人并不是自己，而是夏哥。如果能早一点告诉安童，要是安童也能看到真实的夏哥，夏哥是否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见静雪气喘吁吁地推门而入，夏雪反而是轻松地笑了起来。她抬头望了一眼墙壁的时钟。静雪，还满意吗？今天这场死亡毕业典礼，来，这是你的死亡毕业证。真糟糕，我好像丢了。夏哥走过来，将一张黑色卡片塞到静雪颤抖的手中，然后烦恼地蹙着眉头，仿佛在思考他自己的卡片掉在了哪里。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小学初中时那样好好毕业呢？只要能跟夏哥安童在一起，无论哪个学校哪个班级读书，从哪里毕业，静雪从未感到过不安，甚至曾经以为和夏哥安童分离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夏哥的嘴角扬起惨淡的弧度，摇了摇头。因为安童为了张婷，竟然不能跟我们一起毕业了。他为了张婷要丢下我们两个，我不能让那些小鸟干扰我们3个人的世界的宁静，所以必须杀死他们。如果张婷在毕业典礼上顺利致辞，他将以优秀毕业生代表的身份毕业，安童却为了他被迫停学，再复读1年。夏哥用打落那些靠在树枝上鸡叫小鸟一样的残酷方式杀害了张婷，制造了一场他所期望的死亡毕业典礼。我们都是广播社的精英，模仿他的声音一点也不难。夏哥得意洋洋地解释礼堂上的诅咒。既然不能活着一起毕业，那我们就一起拿着死亡毕业证，用鲜血为毕业举行葬礼。夏哥冲出广播室，沿着小铁梯来到天台，转头向追赶上来的夏雪微微笑着。天台栏杆边，安童痛苦地抓紧头发，拼命地摇头。我只是希望和张婷一起毕业，哪怕只是一起参加毕业典礼，从来没想过让大家陪着我一起陷入地狱。被校领导发现禁止恋爱的关系，安童主动承担责任，接受停学处分，也答应父母复读1年再参加高考。夏哥却无法忍受不能和安童同时毕业的事实，甚至为了他杀了张婷，制造出了这场毕业的恐慌。夏哥走进安童，像平时一样笑容甜美地挽住他的手臂。没关系的，安童，我们会陪着你，永远。血红的夕阳把重新站立起来的夏哥的身影拉得细细长长，他向静雪和安童伸出手，嘴唇张合着。我想要真正的毕业。夏哥将手中黑色的卡片洒向天空，展开双手，仰面坠落，像自由的飞鸟。在静雪的尖叫声中，反应过来的安童没有来得及拉住夏哥，他纯白的身体瞬间撞向地面，血液在身下绽放成了一片片巨大的花瓣。不能放手的执念，即使曾经是最美好的承诺和希望，在自私的利刃下也将变得丑陋不堪。如果我不是害怕失去你们，不帮着夏哥说谎，夏哥也许不会变成这样的。我们一起唱毕业歌，一起毕业吧。静雪紧紧地抱着浑身是鲜血的夏哥，清澈的泪水落在夏哥的发丝上，低声地说着：
夏哥怀里的毕业册断线连开，纸张被血液渗透，每一张照片上都是他们3个幸福的笑容，紧紧地拥簇在一起的身影。夏哥歪斜的字迹书写着最后的毕业心声。这次我想真的毕业，只要活着就无法面对残酷自私的自己，害怕被静雪和安童讨厌丢下，只有死亡才能让自己毕业。静雪捡起地上的红丝带，小心翼翼地在夏雪的胸前打出漂亮的蝴蝶结，分不清是被鲜血染得更加红艳，还是夕阳的映照。静雪觉得他们胸前的领花非常美丽，她不由得张开嘴，哼唱起熟悉的旋律，咽喉深处甜腻的气息弥漫，剧烈的疼痛随着歌声传到心脏。这是唯一能为死去的毕业生歌唱的毕业葬歌。爷爷奶奶讲的故事。在我爸9岁那年，由于爷爷奶奶解放前都是当地的大地主，因此被判定的成分不好，全家被下放到江苏南京的一个小县城的乡下。当时我爸爸兄妹5个，他是老大，最小的叔叔还未过100天。当时那个县城的条件跟现在的山区条件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爷爷为人好，当地主的时候对他家的雇工和佃户都很好，因此大家还都为他说好话，所以也没受到什么虐待。不过当时农村的条件实在是很差，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可以给他们住，于是他们一家就被安排在一个废弃很久的大房子里。那房子很大，但是主梁居然是倒下来的。奶奶说当时走进那房子就觉得怪怪的，也许是人的第6感吧，总觉得说不出来的压抑。而且一般主梁倒的房子几乎是没有人肯进去住的，但当时条件如此，也只好认命了。由于我爷爷下放前曾在中央戏剧学院当过会计，就被安排去生产队当会计了，于是大家对爷爷也比较客气，生产队还带人把房子重新修整了一下。他们把房子隔成4间房，同时安排住在这个房间的是一对老医生夫妇。老医生曾经留学日本，所以说被说成了是汉奸之流。2家人留在那个房间里各占一半，相处的倒也很融洽。这房子平时倒没有什么，只是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奶奶就会觉得房梁上有双眼睛在盯着她，仔细看又看不到什么，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后来奶奶慢慢的就跟村里的人混熟了，才知道这房子的事儿。原来这房子本来是一对老夫妻的，2子1女，老夫妻人很好，做事也勤恳。后来他们省吃俭用存了点钱，就请了木匠来造了现在这个房子。过去的老人们都知道，那时候的木匠啊是最不能得罪的，老夫妻自然也是好吃好喝的供着，每天不是杀鸡就是宰鸭的款待他们。但是这些木匠吃饭的时候发现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鸡鸭没有内脏。有个心眼特别小的木匠就觉得老夫妻是故意把好东西给藏起来不给他们吃的，慢慢的就心生怨恨。这个木匠正好是负责修主梁的，于是他偷偷雕了一个木偶，割破手指滴了一滴血在木偶的脖子上，然后趁人不注意把这个木偶就偷偷的放在房子的主梁里边。谁知道到了完工那天，木匠们都收拾好包裹准备回家了，老夫妻来送他们，还给每个人一个包，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腌制好的
击针压针。那木匠知道是错怪老夫妻了，但已经来不及了。结果老夫妻一家搬进去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变故。具体经过没人知道，只知道先是老夫妻的大儿子，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在外面受了气，又回来和父母拌了几句嘴，结果一气之下，晚上就吊死在那根竹梁上。接着老夫妻的女儿，据说是因为感情不顺，也在半夜吊死在竹梁上。然后是他们的小儿子，在姐姐头七那天莫名其妙的也吊死在房梁上。最后2个夫妻实在接受不了，就双双的在那梁上上吊自杀了。于是这房子就变成了凶宅了。听说有人半夜路过那儿，居然还能看见隐隐的烛光，有时候还会听见哭声。这样一来，大白天人们都绕开那房子走了。有一天，那个主梁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断了下来，生产队的人组织来看，才发现这个滴血的木偶。大家才明白这突遭横祸的原因，可怜老夫妻一家人。奶奶在听完了以后就吓坏了，但是当时又没有办法，回来和爷爷说了。爷爷半天没说话，之后呢，就安慰奶奶说没事儿我们不做亏心事，他们也不会害我们的。后来奶奶说，她每天都在枕头下面放剪刀，门口放扫把，直到1年以后，爷爷做了主办会计，才换了房子。也许是爷爷奶奶人缘好，那1年除了偶尔半夜醒来会听见一些怪怪的声音之外，倒也没有发生太坏的事情。也许那对老夫妻到底也还是善的吧。只是那个害人的木匠，不知道他是得知这一家人的结果之后，是否会有些惭愧和悔恨呢？反正后来听说这个木匠也没什么好下场，老婆生了4个孩子都没有养大，最后老婆也跑了。其实这类似的事情呢，我后来正式入道之后也听道友说过，也是他奶奶时代的事情了。他奶奶村里有对年轻的夫妻，请了木匠来造房子。据说那时候造房子的木匠都是当大爷一样供着，但是这对小夫妻可不懂这些，给木匠提供的饭菜也比较一般。后来这对年轻的夫妇住进去以后，总共生了4个孩子，3儿1女。但是大儿子是瞎子，2儿子是聋子，3儿子是瘸子，只有1个女儿是正常的。后来有一次他们修房子，居然从他们卧室的墙根下发现了一个带血的木偶，木偶的背面还刻着1行字：一聋一瞎一瘸腿。他们顿时明白了问题所在，但是也来不及了，而且当时那么多木匠也不知道是哪个做的，夫妻俩只能抱头痛哭。我不知道那个害人的木匠是不是最后有什么好结果，但是呢，我始终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因果循环，报应不爽。那接下来讲的另外一个事儿，这个故事呢，是我奶奶他们搬到新房子之后发生的事儿。那是个冬天，奶奶早早的带着爸爸和姑姑睡了，爷爷在床边的椅子上抽烟。我爷爷呢，烟瘾一直比较大。突然，爷爷看见一个东西从窗外跳进来，然后爬到他的脚上。爷爷一看，就跟奶奶说：“一个黄大仙儿趴在我脚上了。”奶奶听见了就说：“你给他一脚把他赶走。”结果刚说完这话，奶奶就发现这腰一阵剧痛，连忙叫爷爷。爷爷赶忙起来看，再看那东西已经不见了。但从那天开始，奶奶的腰是一天比一天疼，最后疼得直不起来了，只能躺着。去找了隔壁的医生夫妇来看，也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爷爷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就想起那天的事儿，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奶奶说了那句话得罪了那个东西，就买了一些元宝之类的，半夜在屋子后面烧，一边烧一边道歉，
说我老婆嘴不好，您别怪罪，这几天罪也受了，以后不敢之类的话。结果奶奶第2天就能下床了。我想那东西应该就是黄鼠狼吧，那东西怪小气的。后来我也遇到过几次这种精灵，这都是后话了啊。不过我觉得奶奶当时确实也不对，万物皆有灵，何必要伤害他们呢？不过那东西啊，也确实太小气了点儿。3天后，我来取你的灵魂。五里村子里，正是土匪肆虐的年代，家家户户闭门不出，路上也看不见几个人，安静的都能听到冷风吹过的声音。五里村里住着一家4口人，生活幸福充实。刘云是家里的大儿子，憨厚老实；刘娟是家里的小女儿，模样水灵，平时靠种田为生。刘云扛着锄头走在田间小路上，哼着小曲儿。哎呀，今天收获真不错，啦啦啦啦啦啦，出门还能卖个好价钱，啦啦啦啦啦啦。远处跑来一个大婶儿，朝着刘云挥手。哎呀，阿云呐，哎，不好啦！大婶儿喘着大气，拍着胸脯。刘云看到他一脸紧张的样子，就问：“婶儿，怎么啦？”大婶儿缓了缓气，指着路口：“哎呀，不好啦，你家出大事儿了，山里的土匪。”大婶的话还没有说完，刘云抬腿就跑，一口气冲了回去。家门口堵着一拨人，刘云拿着锄头，打趴一个男人，冲了进去。看到倒在地上的爹娘，胸口流着血。刘云手里的锄头掉了下来，用手捂着他们的伤口：“爹娘！”土匪头子拿刀架在刘云的脖子上：“打老子的兄弟，不想活了！”刘娟跪在地上：“求你放过我哥！”土匪头子收起刀，看着刘娟的脸：“长得不错，要我不杀你哥也可以，你要给我当媳妇儿。”刘云捡起地上的锄头，就朝着土匪头打去：“狗土匪，别碰我妹妹！”结果刘云被土匪头子一脚反踢了，就飞出去，头撞在柱子上，不省人事。土匪头子扛起刘娟，笑得满脸牙：“小的们，走！”刘娟就这样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是生是死。刘云从醒来以后一直是傻乎乎的，别人问什么都傻乎乎的笑。村里人都知道那一撞把刘云的脑子给撞坏了。不懂事的小孩拿石头砸那躺在路边破衣旧衫的浑身污垢的男人，几个小孩拉着手转着圈儿，就唱：“村里有个傻子，从来不洗澡，没爹没娘没有家。”刘云只是目光呆滞的看着他们手舞足蹈的样子，然后拍着手哈哈大笑。这小男孩指着他：“哎，傻子笑了！”一个大婶儿就拿着扫把就冲过来：“熊孩子！”几个小孩看到立刻就跑。大婶儿蹲下来看着没人样的刘云：“阿云呐，该醒醒了。”刘云依旧拍着手傻傻的笑着，眼睛里却含着一丝泪光。刘云起身跌跌撞撞走到湖边蹲下来，看着湖水中倒映着的自己的模样，脑中总是会模糊的闪过有些画面：爹娘。突然一阵风刮来，来势汹汹，刘云的身边站着一个人，身着黑色旗袍，散着头发，撑着一把红色的伞，苍白的脸。刘云转过头，眼神空洞。女人伸出手，刘云那布满污垢的脸变干净了。女人俯视着他：“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刘云还是傻愣愣地看着他，多余的表情都没有。女人伸手点一下他的额头：“
刘云晃晃脑袋，转了转眼珠，清醒过来：“你是谁？”女人微微一笑：“你不用管我是谁，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刘云站起身，握着拳头：“我要报仇，让我爹娘活过来。你能？”女人捂着嘴巴笑了一下：“还没有我不行的，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交出你的灵魂。”刘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只要能报仇，怎么样都可以。女人抖动着她白皙的手指，出现了一把小镰刀。只要你拿着它，想杀谁都可以。女人伸手抚摸了一下刘云的脸，那冰冷的手，刘云颤抖一下。女人靠近刘云的耳根：“3天后我会来找你。”说完，女人就消失了。刘云拿着那把镰刀，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血液在沸腾一样，瞳孔也变成了红色，那团火焰在不停地燃烧着。刘云一路朝着山上去了，不远处还有一个偌大的寨子，外头有人把守。刘云低着头将小镰刀藏在身后，一步一步朝着寨子走去。门外看守的人把他拦住：“你什么人呐？”刘云抬起头，微微一笑：“我要见你们老大。”把守的小伙子一把把刘云推开：“我们寨主是你想见就见的，快一边去！”刘云伸手一拍，把守的人就撞到墙上。刘云一挥就割断他们的喉咙，真碍事。他一脚踹开大门，这股莫名的力量让他兴奋。刘云冲进寨子，围上了一群的土匪，手里拿着斧头大刀。一个小带头的站出来，指着刘云：“哪来的小子，敢在我们老大的地盘撒野？”刘云的速度极快，快得让人没有反应过来，已经倒下了一半了。砰砰砰的声音，只是短短几分钟，地上布满了尸体。本来不想杀你们的，这是你们自找的。小镰刀上面沾满了血，一路滴到了中央最大的屋子前。小镰刀与地面摩擦，发出了吱吱吱。土匪头子冲了出来，看到遍体血迹，刘云挥舞着小镰刀朝着土匪头子砍去。土匪侧身躲过，翻身跳出了屋外。“你杀了我那么多兄弟，老子今天不会放过你！”土匪头掏出一把刀，刘云眼中怒火在熊熊燃烧：“还我爹娘的命来！”刘云跳了起来，一脚踢中土匪头的胸口，接着旋转又补了几脚。土匪头子倒在地上，捂着胸口吐出了鲜血，骨头吧的一声响。土匪头子摇摇晃晃站起身来，刘云伸手拽着他的手臂往后一拧，嘎巴就断了。刘云挑断了他的脚筋，看他在地上挣扎，脸色发青的模样。刘云按着他的头：“你在村里祸害了多少女人，手里沾了多少人的血，你死100次都不够。”刘云举起小镰刀，一刀砍了下去，鲜血溅了他一脸，接着土匪头子身上千疮百孔。刘云手里提着土匪头子的脑袋，扭曲的面孔，发狂的笑着：“爹娘，我替你们报仇了。”刘云拿起小镰刀下了山，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小镰刀上的鲜血在一点一点的收缩。那女人现身舔了舔嘴角，刘云手中的小镰刀不见了。刘云回到家里，看到爹娘坐在院子里，妹妹在晒衣服，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刘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回到家里，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爹娘，妹妹，多吃点儿。”3天后，那个神秘的女人又出现了，依旧撑着伞。“时间到了，按照约定，我来取走你的灵魂。”坐在湖边的刘云闭上眼睛，沉入了湖里。灵魂
真的可以交换东西吗？如果真的灵魂可以拿来交换，你想换什么呢？乡村医生的经历。大家相信鬼神的传说吗？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无数人选择相信科学，可又有很多离奇的事情，是所谓的科学无法解释的。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事儿。至于信与不信，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在我的物理老师的家乡，有一个乡村医生，他姓唐，人人都叫他唐医生。在那个小镇方圆几十里，只有他一个医生，所以附近村的人生病了，都叫他出诊。有一次，隔壁村的王婆家的小孩半夜突然发高烧，叫他出诊。这位唐医生是一个胆量非常大的人，从不相信什么鬼神。他给王婆家的小孩看完病，返回的时候路过一间破庙，他继续向前走，突然他看到一个身穿白色裙子的姑娘，背上还有2根白带漂浮着，白带还连着一团白布包裹成球。那女孩的双脚也是离地而行的，心想这大半夜的，有谁家姑娘会来这里上香啊？唐医生是个不信鬼神的人，便快步走上去了，想跟他打个招呼，可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了。越靠近，他就越看不清他的脸，像是被一层雾挡着，怎么看都看不清。唐医生内心开始慌了，快步后退。终于回到家了，一连几天都发烧。村里人给他请了一名法师，他把所有的经过一一与法师说了。法师便与他说，你看到的是一名难产死去的女鬼，那2根白带上的那个球就是她未出生的孩子。幸好你看的是白衣，而不是红衣。若是红衣，你在劫难逃。红衣是一种怨念极强的鬼魂，死之前定是有什么大冤。然而你所见到的是一个已经没有任何怨念的女鬼，她只是出来四处游玩。在前些日子，下村的小郭也在河边看见一个白裙女子，有2根白带连着一个球漂浮在空中。那女子正在河上的竹排上洗脚，小郭是个热情的人，便上去与她打招呼。可不曾想，小郭看到她时就惊呆了。那女子的脸是看不清的，她下意识往家跑。不久，她也和你一样，便生病了。这是唐医生第一次遇见鬼，他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当然是不会害怕的。可后来发生的事儿，差点把他吓傻了。唐医生所居住的地方是乡下，由于缺水的原因，他们村和隔壁村都吵了起来，所以每天晚上都必须去守田水，生怕隔壁村的人将田水开走。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唐医生独自一个人在山里守田水，突然对面山上发出了一声嚎叫。唐医生这时就生气了，大半夜的鬼叫个啥呀？下意识的就回了一声。那个发出叫声的东西收回了声音之后，速度飞快的往唐医生这里跑了过来。唐医生顿时觉得不对劲，那东西的速度极快，没有人能做到那么快的。唐医生也没有顾忌那么多，就往村子里跑。刚好离村口不远处就有一家房子，唐医生一下就钻进草堆。那怪物追到时没见人影，就四处嚎叫，四处寻找。最后没有找到，天亮时便离开了。当时唐医生出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旁边牛棚的牛死了，并且下巴都被掰下来。回到村里，
听村里人说才知道，那是山魅，一般是夜间出现的，平时都是成群出现。山魅是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它见人家有下巴，就要把它掰下来，应该是一种嫉妒心理吧。因为山魅没有下巴，他们平时也很顽皮。村里酿酒，是有些人酿1斤米，却得几十斤酒的，而又有些人酿10斤，却没有半滴酒，也酿不出来。家里酿的酒多于你所有的米食，你不说穿，它就会一直出到你不想要为止。这有些人家里的鸡一天生10几个蛋，又有些人家里的鸡10天不下1个蛋。总之，这种山魅特别的顽皮。唐医生本来也不怕的，如今出诊没有2个壮汉陪着，是绝对不出诊的。后来又有无数离奇的故事发生在这个村落。一说到山魅，又有2个与山魅有关的故事。故事也发生在那个村陈海，又名叫小陈，他胆子非常大。听老一辈的人说，山魅的事情呢，就非得亲自去见识一下，否则不会善罢甘休的。终于有一天晚上，他看到山里出现了一只火把，一下又分成一排，他便想起老人们说的，山魅一般是成群走的，并且很奇怪，他们出现的时候会有火把，而且火把很是诡异，会变出多也会变少。这时呢，他便来了兴趣了，向山魅走去。由于山魅不喜欢有下巴的人，所以他故意就摇起衣服挡住下巴。说起来，山魅还真是热情，见了小程还真以为是自己人。只是山魅们都有帽子，而小陈没有，便特地给他一顶，还让小陈跟在他们的身后。转眼间天就亮了，不知小陈是被发现了还是怎么的，他便被山魅给抛弃了，头上的帽子也不见了。这时他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儿，也就是自己不在家乡了，到了湖南。一天晚上的行程便从广西到了湖南，这也真是奇葩。由于当时没有汽车，他总共花了2个月才回到家。回家以后，便把这事儿告诉了村里的人。有些人还真是胆大，村里有个王老五，在晚上去弄鱼的时候，见到一群山魈在煮鱼吃，便耍了点小聪明，摇起衣服挡着下巴，一起混进去吃。这一锅鱼肉无比的鲜美，他还真以为他把山魈给耍了，可不曾想到是他自己被人家给耍了。第2天回来，整整吐了1个上午，吐出来的全是一些青蛙、水蛇之类的东西，看上去怪吓人的。他们村的鬼怪呢就特别多。卖猪肉的王大叔特别喜欢把猪肉挑到山里村里去卖。有一次，王大叔卖完猪肉回家的时候，听到有女人的哭声，一下子又变成了笑声。那时候天已经黑了，山上又没有人。突然他的箩筐好似被某种东西给拉住了，他拼命的挣扎，跳到了旁边的河里，抽出来杀猪刀，一边乱砍一边乱骂。后来逃回村里，那是我的老师的二叔在办酒席，村里人把他救醒，就问了经过。原来是山中的一些成精的狐狸，他们会模仿女人的哭声和笑声，他们只是为了抢老王手上的一些骨头。可是老王就吓得不轻，都成半疯状态了。后来他再也不卖猪肉了。这种灵异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听到一件很是离奇的事儿。那日已经是周日了，是所有内宿学生回校的时间。小学生住宿，家长难免有些不放心，所以我的一位好玩伴的父亲来学校陪他。
他却带来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他在来的途中骑着摩托车路过一个山沟，当时还正下着毛毛细雨，远处传来小孩的哭声，他就停下来仔细听那哭声，越来越明显，便来到学校问值班老师，经查没有小孩不在学校。这是一件多么离奇的事情啊！现在还未曾知晓到底是何缘故。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也有无数我们所无法了解到的事儿。不管信与不信，都在自己。伯婆第1集。村里的伯婆年近100岁，虽然消瘦，却是白发流光，面色红润，听力完好，口中上流的几颗大牙坚强地插立着，一餐2小碗饭不成问题。他平时就坐在村头的大榕树下，笑眯眯地看着村里的娃活蹦乱跳。到了晌午时分，稳定的生物钟一到，他便开始打盹了。这时任意一个村民从树下经过，都会把他扶起来，送他回去午睡。1小时以后，便又可见他笑呵呵的搀扶着一根雕马手杖来找人唠话。看这个情势啊，伯婆定是要成为完美跨世纪的老人。村中老一辈的人传说，伯婆之所以如此长寿，与她年轻时的一段神奇经历是分不开的。话说那年7月14，正是我们乡间的鬼节。按当地习俗，已经婚嫁的女子要在这一天准备好纸衣、冥纸、牲畜、花果贡品，回娘家祭拜祖先。而娘家的这些活动，夫家一般呢不便参与，因此夫家自有祖先要祭拜，所以女子只得独自一人早早出门，再在太阳没有落山之前回来。婆婆早已为前几年去世的父母准备好了漂亮的纸衣、鞋袜和大把花花绿绿的冥币，怕父母在阴间被冷着了，她又嘱咐托乡里的折纸匠专门打造了一个高大的灰纸暖炉，再带上牲畜1、2、花果1篮，便早早的到了大哥家里一起祭祖。想起昔日父母尚在世，当伯婆每次回家，父母无论多忙，定要放下手头的活，与儿女们一起在院子里热热闹闹的杀鸡宰鹅。母亲慈爱，搬凳唠嗑家常，父亲虽然严肃，却总会因在厨房里白切鹅，偷吃了鹅掌，被小外孙抓个现行而扭捏尴尬。再而金牙憨笑，这时的娘家呢是何等温馨幸福啊！想不到转眼间自己竟成了没爹娘的孩子。娘家没了父母，自己也就失去了人生的第一个也是最宝贵的故乡。婆婆想到这儿，总要在父母的坟前伤感好一阵儿。等祭祖完毕，从山里回来，已是晌午时分，再和大哥家手忙脚乱的帮忙弄了满桌子的饭菜。全家人喝了些甜酒，然后呢就问一些各自近况，然后散去。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将近傍晚了。婆婆怕黑，只得快快的拿了一双来时贡品用的竹篮子，沿着山间小草径往夫家行去。这时人们都已经祭祖完毕，山间没有了来往的祭祖队伍，人来人往，显得异常的清静安宁。山道两旁偶尔会有一些散落的冥币或贡品，这是人们怕那些没有人供奉的野鬼来抢祖先的贡品而随手洒落的买路财。
婆婆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这鞋底会沾上一两片这样的冥币，被野鬼跟着回家了。再过一个小山坳，就可以看到村子了。不知道家里那几个要追来喂饭的二世祖，吃饭了没有？婆婆想着，便转入了两山交界的树木丛生的山坳。太阳虽未落山，但是这样温和的夕阳已经难以照进这夜碧天日、幽媚险隘的两山夹缝了。就在婆婆急匆匆的要走出山坳之时，忽然背后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呼唤：“等等我！”婆婆脚步一顿，下意识的正要回头，忽然想起乡间一个禁忌：7月14，山里走，不见日头，不回头。虽说这话可能是迷信的说法，但此时此境，祖上的传言还是宁可信其有吧。婆婆想着，正要惊慌的继续赶路，后边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小妹，等等，我这也是追了你许久才追上。”婆婆一听，这分明是大哥的声音。原来是大哥，定是大哥还有事情交代。婆婆想着，欣喜地回过头来，哪里有大哥的影子呀？只见近处一棵求枝干枯的大树下，定定地站着一个蓬头垢面的瘦小老妇人，全身用腐烂发黄的粗麻布包裹着，眼眶脖子上都留下黑臭浓浆，就这样赤着脚站在树下洼地水渍处。婆婆惊恐地睁着眼睛看，全身一阵恶寒，双脚已然挪不开了。老妇人张开空洞黑暗的嘴巴，也不见有舌头，却发出嘶哑的声音：“这山里好冷啊，跟我做一个伴儿吧。”说着，向婆婆招了招手，转身向着一个山窝深处走去。婆婆呆呆地迈开步子跟在后面，全身不听使唤，却还保留了几分意识。她想，这一定是梦，一定是梦。闭了眼睛，感觉脚步却不停地往前走动着。她又怕又急，睁眼看了看四周，这山里，这山景如此真切。越向前，婆婆的意识越模糊了，沿着山路不知道走了多远，只感觉那晚的月光又圆又低，照得路面苍白。那老妇人一路上只是絮絮叨叨地怨说着儿孙不孝，已多年不来上坟。老木棺材被水渍泡，尸骨腐烂，只能做个阴冷的孤魂野鬼了。不知何时，前面那个苍白佝偻的身影回过头来，肮脏坚硬的脸面，怪异的一笑，坐在路边的野草堆上，拍拍身边的位置，让婆婆坐下。饿了吧？这年纪没什么好招待的，将就着吃2碗米饭再赶路吧。只见他拿出2大片树叶，弯折成了一个小碗，碗里不知何时竟盛满了白花花的米饭，端到婆婆的面前。吃完那白花花的一碗，2人又走了许久，将要经过一个又长又窄的山沟。感觉月亮就挂在那山沟之上，婆婆正要跟着进那山沟，这时阴暗处却闪出一个衣着华丽的白发老人。那白发老人挡住进口的婆婆，厉声喝道：“别走了，回去吧，再过去你就真的回不来了。”浑浑噩噩的婆婆这时一惊，热汗涌上，顿时清醒一半，抬头看着四周，圆月正中，山间一片苍白，自己站在一个大山口前，四野无人。重生偶发，哪里还有那老妇人和白发老人的影子？婆婆大惊，茫然无措，只沿着苍白的山路往回撒腿便跑，
才跑出一小段，顿觉头晕目眩，肚子胀鼓，胃里翻江倒海，如锥心般的疼痛。婆婆捂着肚子蹲下来，口中黑臭的咸液如粗线般挂落在嘴边。她只得躺在草丛里小憩，依然喘气不已。不一会儿，婆婆便昏睡过去。话说这天夫家见天色已晚，婆婆迟迟未归，几个孩子啼哭着要娘，全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丈夫不再望言等待，叫上几个本家汉子，拿着手电火把，便沿着山路要到大舅家问询。几个大汉走到树外阴暗的小山坳处，前头的丈夫火光一照，便看到山路中有一对散落的小竹篮。这个魁梧的男人捡起竹篮一看，正是自家妻子出门前所带之物，心中不免一惊，难道妻子回到这里便出了事了？众人用火光四处照着，四野除了密林和一棵干枯的大树，却什么也看不到。众人急匆匆地沿着山路边寻找，便故意发出大声，就是不敢在此时黑夜的山野里直呼婆婆的名字，怕山野邪祟记了婆婆的名字。直到众人赶到大舅家，一路上也再未见婆婆踪迹。从熟睡中醒来的大舅一家听闻妹子失踪，俱是大惊，急急披了衣服，叫动全村汉子上山寻找。夫家这边也派几个人回去，叫响了全村人的门。顿时两村之间大山野上人声鼎沸，犬吠声此起彼伏，众人劈草翻石，山野踏遍，忙了大半夜，却没能发现婆婆的一丝踪影。众人没办法，只得扩大搜索范围，火把队伍沿着路径深入深山，走过几个山外山来找人。第二天早上，火把已然燃尽，阳光普照，众人睁着充满血红的大眼睛，口中干苦，准备叫几个大汉回去打些凉水上山继续寻人。此时吠声响起，走在西北山口方向的几个大汉忽然喊了一声：“哎，鞋子，这里有鞋子！”声音刚落，又接连喊一声：“哎，人在这里！”众人惊喜万分，冲向那个山口。只见距离山口不远处的婆婆蜷缩着身体，躺在茂盛的草丛里，身上盖了一些带着小叶的树枝，衣服上沾着黑黄的泥浆，口中黑色咸液慢慢流出，光着一只脚，全身汗渍粘稠，已昏睡不醒了。丈夫眼眶血红，二话不说，抱起婆婆便往山下赶。众人有的帮忙收拾婆婆的鞋，有的帮忙扶正婆婆的头，有的前面开路，一行人翻山越岭，急匆匆到了山脚的村子里。村中的赤脚医生不敢接收这样的病人，众人只得借来一辆自行车，驮着婆婆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卫生院化验完了口中黑色咸液，只一句：“立刻洗胃。”医生刚把药液灌到婆婆的肚中，婆婆便抽搐着吐了起来。开始是粘稠的黑水，接着便哇的大呼一声，吐出了一堆红白相杂的虫子出来。众人一经捂着鼻子靠近一看，嫩红的是不停触爬的蚯蚓，粉白的相互蠕动的是蛆虫。病房里顿时一阵恶臭，有几个戴口罩的小护士走出门外就吐了起来。婆婆在卫生院里躺了整整1个星期，才勉强恢复些精神。至于婆婆为什么会吐出了一堆蚯蚓和蛆虫，医生的解释是，婆婆患有夜游症和轻度妄想症，病发时有可能吃入一些幻想中的食物。在家休养1个多月，婆婆脸色终于由黄变白，变为平日的红润。婆婆始终记得
那个蓬头垢面的老妇人和那个吼叫挡路的白发老人。俩夫妇找来乡里术士，挑一个日子，到事发的小山坳里，找到那棵枯树下的水渍洼地，掘地数尺，挖出来一副被水渍浸泡的腐朽的棺木，轻轻地揭开棺盖，里面的尸身早已经腐烂了，乱骨中留着一些发黄的粗布麻衣，头上长出黑眉来。在术士的指引下，李阳夫妇找了一块风水宝地，捡起老妇人的尸骨，重新埋好，买来漂亮的纸衣、纸裤、鞋袜，再叫了乡里的折纸匠，打造了一个灰纸暖炉，摆上众多贡品，虔诚的祭拜一番。说来也怪，那晚伯婆梦见那个老妇人穿上漂亮的名衣鞋袜，站在远处的山上对她慈祥地笑着，而那个站在不远处的严肃的白发老人想起了自己日夜思念的老父亲。伯婆醒来已经是热泪盈眶，不知那是梦还是来自对另一个世界的愿景。那时之后，伯婆病痛极少，至今日如此高龄，也还是白发流光，脸色红润。有人说，也许这就是以德报怨所积的阴德吧。